最新爆点：习近平刚刚冒险飞到西藏拉萨，海拔3600米，他全程一句话没讲，不到24小时就急急忙忙飞回北京。这是在展示我身体很好，别想动摇我的连任，还是说根本撑不住？同一时间，北京的93大阅兵搞得鸡飞狗跳，全程交通管制，工厂停工，访民被清场。这场大秀光是耗资就可能高达数百亿。更敏感的是，这趟西藏行的随行名单彻底暴露权斗暗流。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继续缺席，西藏军区司令王凯也没出现，反倒是胡春华高调亮相，还有张生民全程在场盯着。这样的阵容，外界普遍解读，习近平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稳。快闪返京，阅兵封城，军头缺席，习近平真的还能稳得住吗？接下来我们就来拆解这场同时上演的政治大秀。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米兰。中共官媒央视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8月20号出席了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后，21号乘专机返回北京。陪同他一同返京的还有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公安部部长王小洪等。习近平的这次抛头露面，全程是控制在24小时。习近平大老远的跑来西藏，只是高调在庆祝活动中亮相，并没有发表讲话。这是习近平执政13年来第一次出现的情况。讲话的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似乎有点喧宾夺主了。习近平只是个重要的跑龙套的，走个过场。有人猜测，习近平可能有高原反应，不便讲话。据公开资料，人们通常在2700米以上会有高原反应。习近平今年有5次出访，中共官媒都没有播放习近平下飞机的镜头。这次也是远镜头，掩饰习近平下飞机的尴尬和步履蹒跚的步态。习近平这次的西藏之行有一个关键环节出了差错，但被央视以切镜头的方式掩盖过去了。央视新闻20号视频显示，中共西藏党委书记王军正给下飞机的习近平献哈达，他只是双手将哈达递到了习近平的手中。下面的切换镜头就是习近平带着哈达的画面，无疑是习近平自己将哈达带上的。民运领袖、自媒体人陈破空表示，献哈达本是藏人的传统，不是汉人的传统，通常是西藏的高僧大德或者藏传佛庙的主持来献哈达。王军正作为汉人献哈达，有点不伦不类，这样越俎代庖也失去了献哈达的意义。再有习近平自己给自己戴上哈达，这是大错特错，献哈达是高僧给你戴头上。在达赖喇嘛尊者会见中国海外民运代表团的时候，达赖喇嘛尊者亲自拿着哈达给他们一一放在头上，放在肩膀上，这是传统礼节。这次的献哈达环节出错，严重违反了西藏的文化传统、宗教传统和仪式传统，对习近平来说不是好兆头。习近平的这次西藏之行让他与张又侠之间的关系更显尴尬。今年中共两会之后，习近平先后考察了云南、贵州还有山西，但是张又侠都没有陪同左右，算上这一次，张又侠已经是第3次缺席了，而且张又侠一直都不离开北京城。以前像习近平西藏之行的这种场合，起码都是由一名军委副主席陪同，除了张又侠之外，另一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已有5个月没有公开露面了，官方也没有公布原因。这一次习近平入藏，军方陪同的是张又侠的亲信，在中共军委中排名最末位的中央军纪委书记张生民。张生民既不属于主抓军事训练、负责打仗的主将，也不是负责政治工作的上将，他是主抓军队纪律检查的干部。这次由他陪同习近平接见西藏军区的驻军代表，不但规格太低，而且不合适。据联合早报报道，央视新闻联播画面显示，习近平周3下午在接见驻拉萨部队上校以上领导干部时，坐在习近平右手边的为西藏军区政委袁洪刚，左手边的为张生民，而西藏军区司令员王凯未出席这一活动。王凯究竟是何许人？他究竟是什么原因没有出席呢？公开资料显示，王凯今年62岁，四川眉山人，
他的军旅生涯基本上是在第13和第14两大集团军度过的。他是在13集团军从旅长做到了第37师的师长时，恰逢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当时王凯师长带领37师最先抵达重灾区北川展开救援。他是军方最先进入震中应秀镇的部队，他被评为512全国抗震救灾模范。随后他被提拔到了驻昆明的14集团军担任参谋长。2013年7月，王凯被调任到驻重庆的第13集团军担任军长，而此前张又侠在2000年到2005年期间担任了足足5年的13军军长，是王凯的前辈。到了2014年4月，王凯升任西部战区陆军副司令员。2021年3月，他被调任西藏军区担任司令员，一直到现在，同时晋升为中将。而张又侠在军中发迹起家的根据地正是第13和第14两大集团军。今年北戴河会议期间传刘源离京到西南联络军队，正是指第13和第14集团军，这是张又侠的嫡系部队。2017年4月，王凯首次以西部战区陆军副司令员的身份亮相，和一位76集团军的副军长曹军章少将一起出现在甘肃省高台县的中共工农红军西路军的纪念馆参观。王凯和曹军章的关系密切，曹军章担任过13军的副军长，他和王凯搭档，一个军长一个副军长，他们都是张又侠的嫡系。目前曹军章已取代了习家军出事的王春宁，成为武警部队的代理司令员。在张又侠多次缺席陪同习近平视察地方部队的时候，王凯也缺席了习近平视察西藏军区的接见仪式，非常耐人寻味，很有可能是一场精心的安排。这或许是张又侠无视习近平的存在，甚或是对习近平的一种公开羞辱和公开决裂的施压表态。尽管习近平带病也要去西藏一趟，要证明自己大权仍在握，可以亲自阅兵，甚至可以继续连任，但从这次陪同他去的名单来看，这场出席更像是被动的安排。他身边不但有习家军，还有他极力边缘化的团派代表人物胡春华和张又侠的代表张生民。胡春华这次的高调亮相、隆重登场，很可能是中共元老和张又侠安排的接习近平班的人选。习近平的眼中钉几经打压，却又重新走入政权核心，习近平也真可谓无可奈何花落去了。与此同时，北京的93大阅兵正在紧锣密鼓地排演着。官方20号晚再发通告指，北京天安门地区及相关道路将从22号晚上10点至24号凌晨再次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根据通告，22号22时起至23号6时，西华门路口至东华门路口一带，除持有活动专用证件者外，禁止其他车辆及行人通行。22号22时至24号7时，天安门广场东西侧路、人大会堂西路、新大路等周边道路同样实施临时管制。23号凌晨及上午，昌平南口地区温南路、昌留路将分时封闭。23号15时至24号7时，天安门、故宫午门至神武门外广场、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及西华门至东华门一带也将限制通行。此外，长安街、光华路、西大望路、东华门大街、北河沿大街、景山周边、前门及崇文门地区等路段将于23号下午至24号清晨分时段实施交通管制。府右街、北池子、文津街及东二环部分路段也将在23号晚至24号凌晨临时封闭，居民可凭有效证件步行进入。事实上，在此次93阅兵活动前，北京已多次实施交通管制，分别在9号夜间至10号凌晨，以及16号傍晚5时30分至17号凌晨3时30分，于天安门地区举行了2次综合演练。93大阅兵不但骚扰了北京市民的正常出行，就连在京访民也遭了殃。河南村镇银行受害人李运介绍，同是河南村镇银行暴雷事件受害人的上海储户巴中俊8月中旬辗转进京，却在北京遭遇重重阻拦。
宾馆、旅馆均拒绝访民入住，成为官方清场的一部分。李运对大纪元表示，访民的身份证信息一旦在旅店上传系统，北京警察会立即获知，随即给旅店老板打电话，要求拒绝其入住，甚至有时警方直接打电话给访民本人，强令其离开，访民只能流落街头。他描述，那些抓捕人员全是年轻男子，往往开着黑色商务车，不穿警服或制服，下车后一哄而上，抬起访民的手脚，硬塞进车里带走。这样的场景在北京街头每天上演。自媒体人马克和时评人兰树在《时政春秋》节目中说，2015年的大阅兵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当局花了大概215亿元人民币，而今年仅朝阳大妈保安人员的工钱已经从2015年的每人每天100元上涨到每人每天180元，等于说是翻了一番。而且当局还要求北京周边工厂停工停产，要创造北京 APEC 蓝天，大学要停课，不允许一般的汽车上街出行，整个的长安街道两边的楼房、围栏栏杆全部粉刷翻新，花草树木全部整修。仅这些额外的花销和造成的损失，估计至少要接近450亿元人民币。盛世太平能靠大阅兵得到吗？习近平能通过大阅兵来展现他在中国的领导力吗？还是点燃了民众生存艰难下更大的怒火，直至共产党的统治被推倒的那一天？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